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鸣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化学吗？你们知道大象牙膏这个实验吗？自从我上学的时候学化学开始，就对这个实验超级感兴趣。但是条件不允许，因为那时我知道怎么做这个实验，但是有一个材料我买不到，这件事情一直成了我一个遗憾。所以嘞，今天我们就来完成我们这个小愿望吧。这里一共是25瓶过氧化氢，还有5瓶碘化钾。很可惜只买到了一点点，因为我原本的想法是想做一个最大的大象牙膏实验。就这么多材料的话，我不知道它能做多大，不过应该也不小。对了，做这个实验还需要一个东西，就是起泡剂。所以我准备了几瓶洗衣液。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大象牙膏的原理吧。大象牙膏这个实验其实就是过氧化氢的一个氧化过程，而碘化钾的作用就是加快过氧化氢氧化的速度。当它们倒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们就会产生剧烈的反应。当然，如果有专业的小伙伴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非常专业的术语。分享知识就是分享快乐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没有专业的人士在旁边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能模仿。好像你们想模仿也模仿不了，因为30%的过氧化氢你们买不到。不要模仿。现在我打算在这个地方做我们的大象牙膏的实验。在做实验之前，我们得先准备2个容器，以及搅拌用的棍子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做好绝对的安全措施，不能让你的皮肤暴露在外面。因为如果你的皮肤碰到过氧化氢的话，会起白斑；如果涂到脸上的话，会不好看。做完安全工作之后，我们先在一个容器里面倒入我们的碘化钾，再加入1比1的清水，充分搅拌等它溶解。等了半个多小时左右，溶液差不多都已经溶起了。溶解完成之后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我们拿另外一个容器倒入我们的过氧化氢。OK， 过氧化氢全部倒完了，一共是这么多。如果你喜欢颜色的话，还可以在这个过氧化氢里面加入点颜色。这时候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加入1比1的起泡剂。怎么就是？现在我们就把碘化钾倒进去之后，直接逃跑。来了。哇！阿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盒啊？你们看，这么大一坨，好好看啊，像个绿色的小火山一样，还在冒着热气。哇，它里面好热啊，还蛮大的。我们之前挖这个洞都被填满了，站在旁边都能感受到那种暖暖的热流。哇，好快就变小了。好吧，看似我们的大象牙膏是成功了，实际上我犯了很多的小错误，导致我们这次实验并没有那么成功。第一，我把过氧化氢倒出来之后，放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我才把碘化钾倒进去。第二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听我老师的话，我这边的温度太低了，所以碘化钾和过氧化氢产生反应的时候，它们反应没有那么剧烈。按正常来说的话，我们这个大象牙膏应该有5倍这么大，所以你们不要像我一样犯这种小错误。不过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在失败中成长，在失败中摸索。所以说，下次你们想看我做什么实验的话，也可以弹幕评论发出来告诉我。大家都想看的话，我就去拍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这边知道了，如果你喜欢视频的话，你给我点个赞，记得转发关注我们。拜。